好，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上午宣布，决定不参加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这也意味着岸田将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后卸任日本首相职务。据 CCTV 国际时讯消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半在首相官邸举行记者会。岸田宣布，日本自民党将于今年秋季进行革新改变，他本人将不再参选自民党总裁一职。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这意味着在选出新自民党总裁后，岸田文雄将辞任首相。据悉，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9月进行。在后叶切时代吧，这个日本经济没有多大起色，在这个西方发达国家里面，它老是垫底。所以说经济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直接的食物，那么老百姓自然就不支持他了。就是说，一个是自民党内的黑金政治，二呢就是说他这个经济搞得也不太好。所以导致了这个自民党的，还有就是说老百姓都不太支持他。据新华社援引日本每日新闻民调结果显示，70%的日本民众不希望岸田文雄连任日本首相，岸田内阁的支持率则低至21%，连续13个月处于30%以下。这在日本政坛被视为应考虑更换领导人的危险水域。最新民调数据再次反映日本社会对后岸田时代的期待。自2021年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以来，岸田在处理丑闻、增税、助力选举等各方面都表现不佳，其政绩无法和任期数一样圆满。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的临近，无论在日本民众中还是执政党内部，岸田都遭遇巨大阻力，正在沦为各方弃子。此前拜登退选时，日本媒体曾公开喊话：“拜登都退选了，岸田也快点勇退吧。”日本前首相菅义伟6月公开指责岸田没有承担责任，让越来越多的人有危机感。如果事情继续下去，可能导致政权交替。菅义伟还称，新的领导人应该在9月总裁选举中产生。日本媒体均称，这一声明可以被理解为事实上要求岸田辞职。所以他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话，以这种体面的善良的方式退位的话，对他自己本能来说还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吧。就说如果这个时候辞职的话，他可以指定他自己的接班人。你比如指定一个他的心腹叫林芳正，因为林芳正和他是最亲最近的一种关系，是他的心腹中的心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将辞职，其实不意外。首先就是他的民调很低，最近几个月的民调，岸田内阁的支持率都在20%徘徊，多次跌破20%。在日本政坛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支持率低于30%就进入了危险区，若跌破20%，则被视为下台的倒计时。其次呢是自民党党内的压力。虽然自民党目前是执政党，但明年即将举行的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要继续保持执政地位，就需要受欢迎的党内人士来带领。这方面，岸田远不如石破茂等党内潜在对手。而辞职的根本原因则是，虽然岸田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但却收益甚微，无法缓解日本经济困境。在他的任内，日元一度跌破了160日元兑1美元，日本也失去了第3大经济体的位置。当然，这些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论谁来接任都很难处理。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标志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隔79年，临近日本投降纪念日之际，原侵华日军731部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首次重返中国，到侵华日军731部队就职，指认侵华日军731部队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并向受害者表示真诚道歉和忏悔。当地时间12号，清水英男从日本大阪乘机出发，前往中国哈尔滨。这位曾经的侵华日军少年兵将重返那个让他背负一生沉重记忆的原点。日本の国では犠牲になった人も謝って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だから、私個人としてはそういった犠牲になった方に冥福をお祈り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ます。私たちが引き上げるときにテスト菌を持ったネズミを解放したっていうんだけれども、その後ハルピンの町の人たちにどういう被害をしていたか、それと
マウタっていうね解剖されてしまった人たちの冥福を祈っていきたいと、それが私が考えていること。傍晚，清水英男抵达哈尔滨。对于94岁的清水英男来说，这可能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中国谢罪忏悔的机会。这次陪同清水英男的还有一个特殊的访问团，20多名团员大多是日本医学界的相关人士。13号上午，清水英男一行来到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先后到卫兵所旧址、本部大楼旧址、细菌实验室遗址、特设监狱遗址、冻伤实验室旧址等地指认。随后来到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前，深深鞠躬忏悔谢罪。本部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731部队被称为恶魔部队，是日本侵华期间实施细菌战、研制细菌武器、开展人体实验的大本营。731部队遗址群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细菌战遗址群。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在2015年建成，保存并展示了大量日军侵华的档案、遗物和物证，包括馆长金成民等中国专家20余年跨国调查获取的罪证。